好了，各位听友，大家晚上好啊！我们开始今天的分享了啊。先分享王瑞波老师的一个体会啊。他说2月12号的，说词简谦，一日反省啊，基本保持的较好，有时念头的词不足。学习第807课，说用当下的觉知改写过去的故事。他的体会啊，就是把家人亲人呢放在怀抱的这个磁场中，恭敬的被爱化、被磁化。说这节课真是改变了，说把我变成美好的了，就把我的过去也变美好了。说我是一想起过去啊，不仅是皱眉，那简直是难受痛苦。学这节课全改了。说以前呢，我认为这20年呀，没有专门从事养生锻炼工作，是走错路了。想起来有时候就懊恼，现在就不这么认为了。说这20年锻炼了我呀。说《西游记》孙悟空熬练了17年才找到老师。说我现在练就了过硬的教学基本功，也有20多岁就当了4年校长的时间的经验。说以前我教学成绩好，得到周围老师的尊重和赞扬，自己呢也得意洋洋，就有傲慢之心了啊。说现在我运用娴熟的分组教学法，竟被搭档和新校长认为是课堂乱。说那是在度我的我慢呀，就过去对一些事情的看法，通过这个学习，就现在的觉知改变了过去的故事。那是在度我的我慢呢，就改变了我对过去这件事情的看法。说过去10几年，我忍受孤独与偏见与累，常常呆若木鸡。说把孩子陪大了，考上了大学，我的过去是美好的呀。回首过去是欣慰的。那他括号说有位老师说啊，说把心思用到跟别人斗上了，说耽搁了管理自己的孩子，多年过去了，孩子成绩差，反而后悔了。他过去呢，他忍受了很多孤独、偏见和累，呆若木鸡，就不去理那些事儿，把孩子培养大了，都考上大学了，这多么美好的事儿啊，是吧？所以说，就是通过学习这个之后，我学习传统文化，对过去的事情的认知转变了，就好像过去也就跟着发生变化了啊。说日改一错，脾气秉性上啊，说回妻子微信啊不及时，有拖延了，那我错了。说恭敬心不够啊，说日行一善，说在家和颜就是和颜悦色啊。说锻炼呢，听课学习第807课，随课锻炼，开心通肺15分钟，富贵婴儿15分钟，含间缩相14分钟啊。生活中觉知爱的呼吸，用爱化愿，用静化躁的情况呢，是无怨躁，就是每一天都记录自己心路历程，不单单心路历程，还记录生活中点点滴滴的这样一些小事。我相信通过这样的修行啊，没有修不好的啊，只是循序渐进，一点点，慢慢你会发现，可能今天跟昨天不那么明显，跟突然之间，我好像比几个月之前，我比去年好像变化了很大了。这种变化日积月累就显现了出来。我们上面2次课呢，就讲了修行，我把修行说分成所谓一个原子时刻，就像一个东西分到原子不能再分了，修行分到原子时刻，那么几个时刻，上次我们讲了几个时刻了哈。那么今天呢，再讲一个时刻讲一个时刻，就是说如果有一个瞬间呀，说能让你从所有的束缚中彻底解脱，那会是哪一个呢？当然我相信有很多了哈，就有一个瞬间，你一下子能把从所有对你那个束缚中解脱出来。大家注意啊，它不是说放下呀，我放下财富，不为财富所累，我放弃名声，不为名声所累，不是这个。它不是任何外在的出离，说断舍离，不是外在的出离，它比这些都来的根本，也更加精微。我现在提出一点啊，就是说，它就是在每一个念头升起的时候，你要认出来，这个念头不是我。那我现在跟大家分享一下，分析一下，大家看看，是不是会有自己有些启发哈？我想分享第一个条啊，就是说那一件件外衣（打引号的外衣）你是如何穿上的？什么意思呢？你想象啊，一个刚出生的婴儿，这个婴儿呢，他没有说我是谁的这样的概念，他也不知道自己叫什么名字，自己怎么样，他没有这些东西。他饿了就哭，那跑了他就睡，困了就睡，见了妈妈就笑。他的存在直接，
它的存在就很纯粹、很直接，没有任何的定义。当然，别人会给他有定义，说这是谁家的孩子，但他自己没有定义，他就是一个单纯的生命，单纯的存在。但是出生之后，生活就开始了。人们就告诉他你是个男孩。于是他披上一件衣服，第一件衣服，性别嘛，我是个男的。那别人就说这是个男孩，男孩，一个外衣，男的。然后慢慢告诉他你叫什么名字，他就披上第二件外衣了，性别来姓名了，我是谁谁谁。然后逐渐的生活中，几个月大了，多少天了，几个月了几年了，几岁，他就披上年龄这件外衣了。性别、姓名、年龄，这是最基本的外衣了，是吧？但这还不够，随着长大，他穿到这外衣，身上穿的外衣越来越多。刚才那几个也可能只能说是自然属性、自然的衣服，慢慢的又穿了更多的外衣了。什么样的外衣？比方说，我是某某大学毕业的，穿上一个学历的外衣；我是公司的总监，我是总经理，穿上一个职位的外衣；你看我有这么大房子，有这么豪车穿上什么财富的外衣了。再有什么呢？我是有见识的，我比你有品位，这是什么？穿着个性的外衣。甚至说，你看我这人多好，我特别乐于助人，这就把善良也当一件外衣穿上了。大家是不是？这不是你出生就有的，出生之后慢慢穿上的。最后他综合起来，当向别人介绍自己的时候，就会说了我叫谁谁谁，我是男的，我叫谁谁谁，我毕业于什么学校，现在任什么职务，我有什么样的东西，我有什么样的爱好，我的性格如何如何。大概想是不是这样？让你仔细想一想，他介绍的这所有的东西都只能说是我的，而不是我。平常说那个自我介绍，其实不是自我介绍，只是介绍了我的，我有什么，我会什么，没有真正触碰到那个我。那我的学历、我的职位、我的房子、我的个性、我的家、我的什么什么，这些都是我的，它能等同于我吗？不能。大家想是不是这样？说当你脱掉学历这件外衣，你在哪儿呢？当你卸下职位这件外衣，你是谁？当你放下所有的我的那个赤裸的原初的那个我还存在吗？对吧？所以那些东西你把它脱掉，你还在那儿啊。我们就这样把一件一件我的当成了我，它只是像衣服，它不是我，但我们把它当成了我。大家觉得是不是这样啊？只是那个我穿上这么多东西，而这些东西就像一件衣服一样，但人们呢就总把这些东西当成是自己。这些东西什么？是一些观念，是一些念头，是一些身份。我有什么样的身份？我有什么样的东西？下面先谈第二个问题就是那个念头是最隐蔽的那件外衣。那如果说学历、职位、财富是穿在外面的衣服，显示给别人听、给别人看的，那么念头呢，就是贴身穿的那一层，最贴身的、最隐蔽、最难觉察，贴身的那身内衣，内在的东西，那个观念。比方说，我有一个念头，好像我不够好就我不够成功，不够好然后你立刻认同了它，于是就觉得自己真的不够好，就这件不够好的内衣从此贴在你的心上。我好像我谁也不如，我也不如他，我也不如那种自卑，我就觉得我不够好。大家想是不是这样？你比方说他有个念头，就好像他对我有意见，说他怎么没理我，他对我有意见。你立刻相信他了，他对我有意见，相信这是真，就是好像是成了你了，于是你就真的感觉到被冒犯了。就这件被伤害的内衣让你在面对那个人的时候，你就不正常了，你觉得他伤害了，你就不自在了。大概想是不是这样？你有一个念头，我应该更成功，你立刻接受了他，于是永远对自己不满意，
就觉得我自己现在做我不满意，就这件不成功的内衣，让你无论得到多少都觉得不够。而最可怕的，你从来不觉得这些是念头，而觉得这些呢就是你。当你一想这个东西，马上就认同了，我就是这样的。你认为那个不够好，不够好的什么就是你，那个被伤害的就是你，那个不成功的就是你，就你被念头包围、淹没、吞噬，却认为呢那是我在思考，那就是我。所以认出刹那间，就认出就这个念头那一刹那，认出什么呢？哟，这是个念头，这不是我，这就变得不一样了。修行那个觉醒就从这一瞬间开始的。一个念头一升起，说我不够好，在往常你会立刻被他带走，陷入自我怀疑、自我否定，就一整天沉浸在这里面了。哎，我好像一直我都不如别人，我不够好。在那某一个特殊的瞬间发生一件事儿，你看见它了，看见这是个念头，我不够好，只是一个念头。就像在黑暗的房间里，突然有光照进来了。你看见一个念头正在飘过，说我不够好，你看见了它，就像看见天上飘过的一朵云。然后一个声音在心里面轻轻的响起，哦，这个念头它不是我。注意哈，就是我们头脑中有各种各样的念头的时候，这时你对它一觉知，哦，这是个念头。首先你先不要看，先不要想这念头说的什么内容，先知道哦，它是一个念头，天上是个念头。那一刹那之间，奇迹就出现了。就你不是在否定这个念头，你也不是驱赶这个念头，你只是哦，这是个念头。当你有这种想法，觉知它这是个念头的时候，你就怎么样了呢？你就认出了你和它之间有距离。我知道这是个念头，我在这儿，念头在那儿，哦，我跟它不一样，就念头在飘，我在看。说天上飘来5个字那都不是事儿，你真正觉得那是天上飘来的几个字儿。那念头在飘，我在看，那我和它之间就有距离了。念头来了又走了，我一直在看。没有念头，我看的是虚空；有念头来的，就看的是念头。念头是有内容的，它上面写着字儿是有内容的，而你的觉知是没有内容的。就像你在这看那个天，天上有云在，是有内容的，你那个觉知是没有内容的。也可以说那个虚空是没有内容的，那个云才是有内容的。当你一认出哦，这个念头不是我，便和它之间有了距离，有了距离就是解脱。我说兄弟们，这个不是单纯一个道理啊，你一定要去练这种能力。当你出现一个那谁谁谁，当你这样一去评价，一去评价别人也好，评价自己也好，那都一出哟哦，只是有一个念头，它只是个念头，对它有觉知，有了觉知，你认出它来，就有了距离，有了距离，就有了解脱。我想举这么一个例子，就像一个人说迷失的状态，人迷失不认识这些念头的时候，就好像一个人在做梦，梦里啊被老虎啊或者被一个狼就追，拼命跑，梦里跑可以跑得满头大汗，大家想是不是心跳加速，有时候不动一下，因为他不知道自己在做梦，因为老虎就是真的，他也认为那个被追赶的那个我也是真的，完全沉浸在梦里面无法出离。而那个觉醒的状态是什么呢？就是这个人突然意识到，哟，我在做梦，这只是梦，
很多人有过这种体会，就能知道自己在做梦。那个老虎还在，追赶还在，但一切就变得不一样了。他不再需要拼命奔跑了，因为他知道老虎伤不到他。他甚至可以观察这是个梦，因为这老虎还挺厉害，这场景很紧张。他这个时候啊，他就是梦的一个观察者，而不是梦的受害者。生活中也是这样，当你没有觉知的时候，你就好像成了一个受害者一样，你会进入其中了。你有觉知，哟，你成了一个旁观者，你能看到它，你成了一个观察者。说认识我不是这个念头，就是意识层面的，就知道哦，我在做梦。你认识到它了，念头还在，情绪还在，身体的反应还在，但是你知道这些都不是你，而你是哪个呢？是那个知道这一切的那个知本身。这是很细微的功夫。来了一个也是不反应，也是这样，你不投入进去，不迷进去，你不一定要坚持我正确，也是这样。又从根本上，这就是个念头而已。说当你认出我不是这个念头的那一刹那，三件事情同时发生。第一，你从念头的内容中解脱出来了。那个念头总是有内容，比方说我不够好，或者那个人真坏，或者怎么样，解脱出来。哎，那个念头说什么什么情况，但你不再相信它了，你看见它只是一个念头。这念头说，哦，我头脑中无数的念头，这个念头说它怎么这个东西不好，那个念头可能它又好，或它又怎么样，它也是有无数种可能的。它在那儿，但它不是你。不然一看见，呀，这个人真坏啊，气，这个人真坏。我说清楚意思没有啊？那有可能另外一个念头，有那个人还有好的东西，可当时就出现他真坏，你就把那个好忘了。大概就是这样。说那个说这个人很好，那把那坏的忘了。被骗也是这样，他给你甜言蜜语啊，你就特别好，认为这个就是好，就是对的。你投入进去了，你把他那些不好的忘掉了。大概像是这样，就像情人眼里出西施一样，只盯那个好，把别的丢掉了。那你要知道，哦，我出现这个人好，也只是一个念头；这个是不好，也只是一个念头。我自己是有觉知的。我表达清楚意思没？你是从念头的内容中解脱出来，那并不是说你就没有这善恶是非的标准嘛。你解脱出来之后，你才能更冷静的去对待这个念头，你就不会先入为主的被这个念头带走了。这第一点。第二点，你能从情绪的控制中解脱。那个念头带来什么呢？它有一个念头一定带来了焦虑、恐惧、愤怒，就带来各种各样的情绪，也可能带来喜悦等等了。你带来这些东西，好了，你一种，哟，这只是个念头。那么念头带来的焦虑、恐惧、愤怒，它就失去了什么呢？失去了力量，失去了燃料了。你原来是这个念头是这个人真坏呀，好了，你一想他真坏，你怒气起来了，你给他念头，越想他越坏。现在怎么样？哦，那只是个念头，你就能从情绪的控制中出来了，因为你不再给他们输送这是我的认同呀，他就是个坏蛋，他就是怎么样，对吧？情绪还在，但不再是能够淹没你的洪水了，他在，马上怎么样就流走了。你哦，只是个念头，有一阵的情绪这就走过去了。它不能够把你摧毁，它从你身边流过去了。表达清楚意思没有？这第二点。但你认出哦，那只是个念头而已。第三个可以什么呢？它还可以它开始触及那个真正的自己，那个一直躲在念头背后的，从未被污染的觉知，哎，第一次被你认出来了。因为只要你和念头有了一个距离，一有距离之后，
哦，那是个念，这是个觉，谁认出它来的？那个觉知就出来了，因为那个觉知它一直在那儿，只是静静的看着这一切，从未参与，从未动摇。过去一有念头之后，你投到念头里面，你失去了这个觉知。现在它出来了，它不是任何念头，却能容纳所有的念头。它不是任何情绪，但能够允许所有的情绪。它是一个空间。就当你认出这是个念头的时候，你和念头之间就拉开距离。拉开距离是什么？就是一个空间。说到这儿，我就想到我们过去讲的体察空间。大家注意一下，那整个我们讲的这么多的心法里面，体察空间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心法。锻炼时候体察空间，生活中体察空间。这念头，你和念头有了空间，你一去觉知这个空间，一切东西都有了。你终于明白啊，真正的你不是那个被念头定义的角色，而是那个什么呢？让一切念头得以呈现的这片空间或者这片舞台，那是真正的自己。那这是个念头，不是我，就我和念头分开了，而能觉知到那个念头的存在的那一片空间，那个觉知力。我说清楚意思没有啊？这是一个念头。第一，从内容中脱离出来了。念头这个念有这个内容，那个念头有那个内容，那个有那个内容，你能客观的、如实的看待这些内容，而不把自己投入进去，还可能从你不把能量加给他，从情绪中也解脱出来了。从内容中脱出来了，从情绪中脱出来了，你就开始接触、触及到那个真正的自我了，真正的自己那片空间。这是个念头。有的时候你会觉得，突然就那个念头，大家注意啊，这是一种真实的感觉，就是那个念头就离你非常非常远，但是呢，它又很近，但你能切实的感觉到那个念头和你之间有一个无比巨大的空间。你说它无比巨大，又很小，你就好像触手可及，但是你明确的知道，那只是个念，我这个觉知跟它是不一样的。我是无比巨大的空间，是个舞台，让念头得以呈现。我不能丢了舞台就迷到那个念头上去了。那么下一步讲如何在生活中去练习这种认出。说这种认出啊，它不是一次性顿悟，说一次开了悟了，当然也有可能有的人会这样的，而是需要无数次的练习。练习的方法呀，也可以说简单到不可思议，也可以说难到需要你一生去锻炼，就看你用不用心。就像我说的这个内容呢，大家会觉得这也太简单了，或者这个太有用吗？真的，你要去练就知道它的妙处了。所以最近讲这些内容可能一直跟下来的同学会觉得这个很好，可能有人觉得好像就没啥意思一样，是吧？就完全讲的是你的心性里的东西。那怎么做呢？就是说，每当一个念头升起，你要去问自己，特别是对一件事情进行评判，这个念头起来的问题，这个念头是我吗？你也不需要回答，不需要分析，不需要判断，只是问，然后就看，就那个念头飘来，你看它停留，又看它飘走，你也不需要赶它，你只需要不认同它。就当你一问这个念头是我吗？其实你已经不认同了。是一开始的时候，你只能在念头过后才意识到，刚才我又被念头带走了。这没关系，这就是觉醒的开始。就慢慢的，你在念头正带你走的时候，我又迷失，这是我，这不是我。再后来，念头一出来的一刹那，就认出它来了。那一刻，你获得了
真正的选择权，你是跟着他走还是看着他走。注意这一点，就你是跟着他走还是看着他走，这是非常重要的。就念头出来就是说，你是跟着他走还是看着他走。平常绝大多数人是跟着他走，一个念头出来，随着念走，分裂出无数的念头。你看平常不是这样，我同学跟你讲课，在家里礼拜天在家看书，一看书，哎呀，外面谁在放一个音乐？哎呀，这个唱一个歌曲，这个歌曲可能是你上大学的时候经常听的，或者是你高中的时候听的。一听这歌，哎呀，想到了那个时候了，跟着他走了。想着那时候，想着那时候的同学，想着那你不知道想哪儿去了，跟着他走了。哎，看书，哎，外面音乐响起来了，又是什么歌？我看着这个念头走了。这是我上学的时候经常唱的歌，几十年，我不跟着他走，我看着他走，他一会儿就溜走了。我说清楚意思没有哈？所以慢慢的还要需要什么？这种锻炼就从我的回归到我，又从我变成了无我。刚才说了，我们自我介绍的那个我不是我，是我的。我们一生都在干一件事，就搜集这个我的。大概也是你一直在搜集这个我的，让这个我的显得很大，却从未问过那个能拥有这一切的我是谁。房子是我的，但我不是房子；这个成就是我的，那我不是那个成就；念头是我的，那我不是那个念头，那我是谁呢？我是什么呢？就当你剥落所有的我的外衣内衣全剥没了，剩下的那个能觉知一切却不被任何一物，就是不等于任何一物，不被任何物所束缚的，那个就是我。剥落所有的我的，剩下的那个，他能觉知一切，他又不等同于一切，不被一切所捆住，全剥落了。但事实上，这个我呀，它也不是个最终的答案。就当你安住其中，你会发现，它其实没有任何实体。这我是个实体，我有多大呀？是个什么样呀？它没有实体，没有边界，也没有固定性，它只是一片空明的觉知，无限、自由、宁静。到那个时候，你甚至不会再说什么这是我，你只是如是的纯粹的清醒的存在着。也可以说，那不是有我，也不是无我，不是着在有上，也不知道，不是有我，也不是无我，而是我这个概念，就是你头脑中关于我的那个概念彻底的消融了。我们前面讲了，说3个瞬间，那个不反应的瞬间，我正确，我要解开它这个瞬间，还有今天讲的这样一个瞬间，这不是我，就3个瞬间一个整体。我们回顾一下3个所谓说原子时刻啊。第一个瞬间选择不反应，选择不反应是按住习气的不让它启动，给良知让出空间。那第二个瞬间呢，松开我正确，是放下用正确堆砌起来的那个我，让那个关系恢复流动，而不是隔绝在这就是我。第3个瞬间认出我不是那个念头，从最贴身的认同中解放，触及真正的自己。所以这3个瞬间也可以说什么层层深入，从行为的暂停到认知的松动，再到存在的觉醒。行为的暂停，就你说我不反应，是行为的暂停；到认知的松动，有那个我那个正确性，我不需要它正确，不需要去强化那个正确，保卫那个正确。再到什么呢？我到底是啥样的？存在的觉醒。但他们的本质都是同样一件事情，都是什么？从我执中醒来，从我执中醒来。说总之，修行的功夫真的不在深山，不在蒲团，就在每一个念头升起的当下，
就在每一句你即将反驳的那个话语之前，就在每一个我正确的执念将要凝固之际，就在什么我认出，那只是个念头，不是我的那个瞬间。就那里啊，就那个刹那短暂但又很广阔的，真境界又很广阔那个瞬间，才是真正的道场。进入到那里，你才能获得真正的自由。所以这3个瞬间啊，3次课，希望大家有机会你再回头再看一看。看一看，看看视频也好，看看文字也好。你看的时候不单单是看，我今天在生活中我就要用一下。别人家人说我反应了没有？我刚才跟辩驳那个正确，我是不是要捍卫它？一出一个念头，这个念头，我认出它是个念头没有？还是我迷进去了？这种功夫的长进，我觉得如果说你真是去下这种功夫他那个长进比你在那儿站多长的时间的桩或者怎么样，可能都要好，因为他的的确确能从你心性那个深处，就让你发生变化。好吧，我们分享到这儿，我们现在开始再锻炼啊。好，安静啊，安静。脚分开，沉后8次。手慢慢上抬。身体微下蹲。那个肉身那个身体一待身体其实它也是空的，没有皮肤包裹的感觉，自己和整个空间融为一体。好像站在这儿只剩下那个轻微的呼吸。
定住，定住心神。安静，一站在这儿，过去讲过，就好像是以不存在的形式存在。有无相生，虚实相通，以不存在的形式存在。
静，就站在这儿，除了呼吸以及呼吸引起的身体的变化，以及呼吸引起的身体的动，别的都一动不动。除了呼吸以及呼吸引起的动，别的一动都不动。头脑像睡着了一样，纹丝不动。唯有呼吸这一点点自然的动。安静。
静，会上来，身体慢慢直起，脚慢慢合拢，手缓缓下落，重叠在肚脐上，静养。静坐静养，安静，安静，一坐就一动也不动。前面分享的3课，在生活中的那些瞬间，第一个不反应，不反应，事实上还有个我不去反应。第二个，松动那个我正确，那个我就开始松动了。今天分享的这个，那不是我，层层深入，慢慢的瓦解掉那个执着，瓦解掉那个我执，安静。这是实实在在的真功夫，也是在生活当中每天都可以练的日常的功夫。大家可以静坐，可以静静的多坐一会儿，也可以坐在这儿回味一下这几个瞬间，我们所讲的这几个瞬间的内容。也可以去回味一下，在生活当中自己是不是错过了很多这样类似这样的瞬间，以及在睁开眼睛之后，在生活当中，如何能够抓住这些瞬间，其实就是进入这个瞬间。对无数个瞬间有觉知了，那就等于对整个人生是有觉知了，人就变得不一样了。好了，今天我们分享就分享到这儿，大家愿意静坐，再多坐一会儿啊，谢谢大家。